他抬头看到一个电子显示屏，竟意外发现3000亿泰铢的巨大商机。这座小小的庙，只靠筹集善款就轻松入账2100万。缺钱的阿胜回到庙里靠墙坐下，听着信徒们虔诚的祷告声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方法。连夜查找了各类资料后，阿胜叫来共同创业的好友们。กูจะพาพวกมึงดู business model ที่ดำเนินการมายาวนานต่อเนื่องกว่า 2,000 ปี。在泰国人民心中，古庙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。每当遇到心理问题时，相比于昂贵但科学的心理医生，人们更愿将钱送给更便宜、更方便、受众更广泛的古庙。这个国家总共有4万多家古庙，这些古庙的收入统计起来完全是个天文数字。尽管僧侣们从未公布过收入数据，但之前一座古庙曾爆出过丑闻。据说仅一所古庙的账户每年的流水就高达30亿泰铢，低成本高回报，眼看生意很有前途。阿胜等人立刻行动起来，他们开始频繁出入各大古庙，调查每天到底有多少人去古庙参拜，这些人收入如何。除了收取捐款外，古庙还有哪些收入途径？经过几天调查，他们竟真的找到了靠古庙赚钱的方法。人们喜欢向古庙捐款，捐款大部分都是现金，这些现金通常交由工作人员收集管理。佛陀是超脱物外的，但人类是可以收买掌控的。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漏洞，就可以趁机会来赚钱。但这是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。他们年纪太大，身上还背了高利贷，现在出家熬一辈子也成不了高僧。如果自己建一座庙，要花时间花金钱，这样赚钱根本不是办法。于是阿胜想到一个主意，既然建一座庙不现实，那就接管一座现成的古庙好了。计划的第一步是搜寻一座需要帮助的古庙，想办法介入古庙的运营，用现代营销手段吸引信徒，再重新打造品牌，做大做强，并从利润中获取分红。如此一来，不仅古庙获得了香火，阿胜他们也可以赚到钱，这是绝佳的双赢模式。听完，伙伴们甚是激动，但他们还不知道这次冒险将给他们带来什么。到底是怎样一个骗局，能让3个小年轻2年时间赚了上亿？他们赚钱的第一步就是开车寻找香火庙。在泰国，这种情况十分普遍，就单单是参拜人送出的香火钱，都足足有上百亿的资金。然而香火庙的挑选不能太大，因为往往大庙的管理都十分严格，管委会的成员都多达数十个，轮不到他们分享利润。太久的香火庙也不行，重新翻修都得花个几百万。3人开车经过一番寻找，宝有些失望，表示太难了。阿才试探询问，要是做不成怎么办？ได้บุญมั้ง。就在这时，宝突然让阿才倒车，他们开车进入普兰寺，观察一番后，决定经营这家香火庙。于是阿才来到内厅，找到了正在擦拭佛像的眼镜叔。眼镜叔得知对方的来意，很是欣慰，没想到这年头居然还有年轻人参拜，而阿才的意图却在住持，借口让住持来为他们的车祈福。但眼镜叔很是警惕，回绝了他。临走时还不忘提醒阿才运气不佳，3人无功而返。随即商议决定跟踪对方，最后跟随对方来到一家酒吧，在外面发现了白天留下的捐款信。当他们进入酒吧后，3人还没坐热屁股，ไอ้เด็กเหี้ยมึงตามกูมาทำเหี้ยอะไร？眼镜叔见他们装傻充愣，随即扔下麦克风，怒气冲冲地走了过去，一脸不爽地看向阿才，剑拔弩张的火药味吸引了在场酒吧所有人的注意。眼镜叔再次询问为什么要跟踪自己，而且他们的跟踪技术很差，从一开始就被发现，眼看就要干仗。宝连忙解释他们没有恶意。阿胜顺势拿出一个信封，表示他们是来谈合作的。眼镜叔来了兴趣，听到对方说带运营管理，他不屑地嘲笑起来，破烂香火庙有什么好管理的？这时阿才说出重点，对于眼镜叔能拿到多少分成，1000万的利润能给他50万。阿胜接话表示只要他同意，立马就能签合同。然而眼镜叔却不急不忙抬高要价，阿胜直接一口价表示10%，但账目必须全权由他们管理。在双方谈妥之后，眼镜叔带着他们找到住持，并解释了代运营的这一想法。阿才也很积极的拿出幻灯片，准备说服住持，没想到住持打断了他们，直接开口表示自己太老了，一切就由眼镜叔来管理。มึงเห็นไหมว่า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ชื่อใจกูมากขนาดนี้？事情谈妥之后，他们决定重新翻修香火庙，可眼镜叔却表示这要花很多钱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阿胜已经将所有股票全部出手，3人的身家加起来完全能够翻修。随即眼镜叔又质问如何让人们捐钱，要知道香火庙不可能每天都有人捐功德，这也让3人一时间有些犯难。就算是重要节日，也不一定有人来香火庙，所以提升知名度很有必要。而阿胜注意到了水平上的明星，提议不如给香火庙找个代言人，靠名气来吸引流量。你可知道捐到庙里的香火钱去了哪里吗？在阿胜等人的运营下，普兰寺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，各种仪式办个不停，信徒们纷纷掏钱，就连庙里的招财树都卖得脱销了好几次。眼镜叔也难得干了件靠谱事，招来了一位赞助商。这位赞助商是个本地政客，他主动提出想要供养16位僧侣，更多的僧侣意味着更多的信徒。
更多的信徒意味着更多的钱，阿胜自然来者不拒，开始盘算着拆几栋建筑，多建些僧舍。他们的中饱私囊计划也进入实施阶段。阿才悄悄转移走了庙内收取的大量现金，将其兑换成虚拟货币转入自己账户。靠着这种手段，他们终于攒下了500万，还上了高利贷的第一笔利息。现在他们的债务还剩4502万。不料一个人的出现扰乱了阿胜的捞钱大计。这个人叫艾卡猜。艾卡猜之前就是普兰斯的僧侣，为了念书在曼谷待了几年，现在他又回到了这里。此人深受主持信任，而且精明强干。回到寺庙后，他开始整顿起僧侣纪律。阿唐手下的僧人仗势欺人，和新来的和尚发生了冲突，被艾卡猜狠狠教训了一顿。之后他又盯上了眼镜哥，开始清点寺院账目，显然是察觉到了阿胜一伙的小动作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，一群小混混开始在普兰寺外频繁出没，他们骑着摩托来回制造噪音，甚至闯进寺内，将大殿弄得一团糟。这些人是哪来的？这还得从那位赞助商讲起。在赞助普兰寺之前，这位赞助商是马尼通寺的金主。赞助商被抢走后，马尼通寺的住持很不爽，于是派人上门捣乱。此人地位很高，普兰寺的僧侣们不敢和他对抗。阿胜却决定报复回去，他花钱买来了马尼通寺住持的黑料，又包下了一个网吧，发动网瘾少年们充当水军，疯狂造马尼通寺的黄谣。很快，马尼通寺的破事火爆全网。没过多久，网民们就将恶搞横幅挂到了马尼通寺门口，舆论攻势大获成功。转眼来到手下节，对佛教徒来说，这是1年1度的盛大节日，而对于普兰寺来说，则是捞钱的最佳时机。阿胜策划了盛大的庆祝活动，在接下来的5天5夜里，信徒们不仅可以在这里供奉鲜花、蜡烛和熏香，还能参加放生和开光仪式。阿胜甚至搭建了一个临时儿童乐园，让孩子们也能开心消费。但这场盛大的仪式不仅吸引了信徒和游客，还招来一些不速之客。马尼通寺的住持突然驾到，他和普兰寺住持秘密交谈了很长时间。马尼通寺的人走后，住持找来了阿胜和阿才，感谢了他们这段时间做出的贡献，同时也决定终止合作，要求他们不再参与寺庙事务。阿胜非常愤怒，认为住持是在卸磨杀驴。住持其实一点也不糊涂，他早就知道阿胜等人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敛财。主持本想就这么装着糊涂，利用阿胜盘活自己的寺庙，但阿胜却和马尼通寺结了仇，他是不会为了阿胜对抗自己的上级的。见住持态度坚决，阿胜等人只能无奈离去。没想到又一次陷入了还贷危机，没有了普兰斯的收入，偿还剩下的4502万贷款也成为奢望。如何才能挽回危局呢？时间来到了晚上，艾卡猜拿着手电四处巡视，经过住持房间时，艾卡猜发现那里亮着灯，开着门。房间内，主持正躺在地上，生死不知。阿胜站在旁边，满脸惊慌。你绝对不敢相信，一座香火庙内居然隐藏着何等黑暗的敛财手段。在古庙举办万佛节成功扬名后，随着参拜人数越来越多，古庙的僧人也同样在增长。上集提到阿胜及时救下倒地的住持，为了答谢他们，便允许他们继续在古庙运营。有意思的是，眼镜叔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相熟的僧人，卧底在了庙内。与此同时，他给3人带来一个好消息，有个本地官员想要大力赞助古庙，对方看中了古庙的祭祀活动，想要从中获取当地民众的选票影响力。阿才想都没想，欣然同意，毕竟这可是难得的靠山。不过这同样会得罪本土的其他官员。两方势力争斗之下，住持迫不得已只好让他们停下运营工作，并让自己招来的法师代理职位。俗话说得好，断他人财路犹如杀他人父母。眼镜叔决定靠着古庙捞最后一笔，吃了豹子胆的他竟偷摸地搞起了违禁品。就在这一晚，他提着小桶，小心翼翼准备交货时，被艾卡猜法师迎面撞见。做贼心虚的眼镜叔率先发话，询问对方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。法师说只是和往常一样巡逻而已。看到眼镜叔惊慌的样子，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眼镜叔示意自己只是拿点东西，马上就回去睡觉。没等法师追问，便转身离开，匆匆上了一辆面包车。可没想到第2天缉毒官员就突击了普兰寺，一众涉事僧人皆被绳之以法。警方将他们带到法师面前，按照规矩，法师要给他们褪去僧衣，这便意味着从此不再成佛祖庇佑。จ้างจับหัวไอ้สัตว์ 艾卡猜看着僧人被送进警车，就在那一瞬间，大家都要求艾卡做尿检，但另外一些人却拼命捍卫他，大吼着不要冤枉好人。话还没说完，就有个人向法师扔了东西过去，突然间围观的人就开始打起来了。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场混乱其实就是两伙官员在斗争的结果。不远处有人留意到了阿胜3人，并拍了照片作为调查的一部分。住持还在医院里躺着，艾卡告诉了他们3人的情况，虽然已经度过了危险期，但还需要静养。同时他还向阿胜表示感谢。大家都知道住持是古庙的中流砥柱，所以宝等人决定拿出一部分钱来支付住持的医疗费用。阿才觉得有些不值得，觉得不应该花这么多钱去救他。阿胜却告诉他，如果住持死了，一切就都完了。阿才这才反应过来，住持一旦去世，古庙的财源就断了。说完他离开了房间，来到停车场，拉上车门，里面的人早已等候多时。阿才将身上的包裹交给对方后，双方开始核对金额。黄毛女表示这次要对半交易，1半美元1半泰铢，毕竟加密货币能保证安全。完成了交易后，阿才立即下车赶往下一个地点。这个男人是当地有名的律师，负责收取3人背负的高利贷的尾款和利息。ดูเหี้ยอะไรเนี่ย คลิปล่อซื้อยาไงแล้วแต่งโดน了。由于眼镜叔搞违禁品被抓的视频曝光，导致了古庙的收入变差，3人聚在一起商议对策。阿胜提议利用古庙的热度，哪怕是负面的，也能吸引人气。只
只要能够编造一个与古庙有关的故事，就能将舆论彻底颠覆，重新引来流量。看着喵星人身上的挂件，一个古庙护身符的策划袭入脑海。机会从来都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如果想要快速的曝光，阿胜盯上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。男人明明不信佛，但他却每天陪在佛的身边，利用人们的信仰大肆敛财。为了开拓新的商机，男人打起了佛像的主意。普兰寺内的招牌景点是一尊下巴上长了蜂巢的佛像，在泰语中风和风也是同音的。阿胜决定以此为卖点，制作一批护身符拿来卖钱。而护身符卖的好不好，主要取决于为护身符开光的僧人是否有名。现在普兰寺内靠谱的僧人，一位是艾卡猜，他没啥名气，但有资格制造圣物；另一位是多尔法师，他是阿胜从其他寺院招揽来的形象代言人，尤其擅长为信徒讲解经文。在阿胜的运作下，还开设了抖音直播，成了网络红人。由他来为护身符开光是最好的选择。多尔法师性格随和，对阿胜等人，尤其是宝儿有求必应。随后在他的指引下，阿胜几人踏上了圣物朝觐之旅。他们走遍了全泰国有名的香火庙，考察庙中圣物的款式和材质，顺便收集制造圣物的材料。阿才则留在庙里负责普兰寺的日常业务，并与放贷人交涉还款问题。护身符制造和发售还需一段时间，现在的他们已经无力偿还最新一期的贷款了，没拿到足够的钱，放贷人也不废话，直接掏出了一把手枪对准阿才额头，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。好在这只是一把玩具手枪，心有余悸的阿才几乎被吓出心脏病。回到庙里，没想到警察也找上门来，他们认为阿胜等人是眼镜叔的同伙，开始调查阿胜三人的代运营生意。被黑白两道同时盯上，阿才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不过阿胜的圣物制造计划稳步推进，模板已经制作完毕，第一批护身符新鲜出炉。可普兰寺因为之前的贩毒风波名声败坏，即使有多尔法师代言，这些护身符的销量依旧不尽人意。可能对有些老百姓来说，他们身体健康的时候，宗教信仰只是一些虚无缥缈之物，如果家里一旦发生意外，他们才可能会迷信起来。小编在此默念呸呸呸，祝愿全天下所有人远离疾病。另一边，宝的母亲突然中毒，身为虔诚的佛教徒的他，逐渐厌倦起了这门古庙生意。而阿才的爷爷也病了，三人的贷款是以他的名义借的，现在还不上钱，黑社会天天堵在他家门口，拍下照片威胁他。阿才忍无可忍，和阿胜大吵了一架，最终决定退出。阿胜很清楚问题的关键就是钱，他已经没了退路，决定放手一搏。这些天来，他伪装成记者，找到了一家志愿救援机构，希望可以跟拍他们的救援过程。这里的负责人同意了。接着阿胜火急火燎地跟着他们出发，刚来到现场就被惊掉了下巴。这次的车祸简直惨不忍睹，一辆大巴车和皮卡猛烈相撞，死伤者多达17人。皮卡内司机满头鲜血，陷入昏迷。阿胜拉开车门，可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救人，而是找机会把自己的护身符留下，因为一旦司机奇迹般生还，那他自然就成了护身符的最强代言人。这是一场极致的营销。男人举起枪，对准了一只带着护身符的公鸡。扣下扳机时，却发现子弹卡壳了。接着，男人调转枪口对准了桌子上的西瓜，西瓜被打了个稀碎。可众人不信，让男人靠近了公鸡再打。于是男人再次瞄准公鸡。万万没想到，这公鸡竟然毫发无伤。男人将公鸡身上的护身符高高举起，示意全是他的功劳。而这一奇迹又是阿胜的运营。为了能够把护身符的名声打响，阿胜直接来到了一场惨烈的车祸现场。其他救援人员们正忙着拯救性命，阿胜却悄悄掏出了护身符，试图给陷入昏迷的皮卡司机戴上。此时，一队救援人员快步走过，打断了他的小动作。阿胜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先帮忙将司机救了出来，协助救援人员将他送到了医院。在医护人员的抢救下，司机保住了性命。志愿者告诉阿胜，如果不是他及时发现，司机可能已经归西。阿胜趁机提出想见那位司機一面。เรามีเงินสดในบัญชี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ประมาณ200,000ทำไมอ่ะ两人走进病房时，那位司机已经醒了。阿胜开门见山，直接提出可以给司机20万泰铢，让他买一辆新车，条件是司机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能够得救是护身符的功劳。司机让阿胜看看自己的腿，医生告诉他马上就要截肢手术，给他一辆新车还有用吗？现在竟还想着靠自己赚钱。司机痛苦地赶走了阿胜，将护身符扔到地上。到了夜里，护士顺手捡起了地上的护身符，将它放到了司机床前的柜子上。也许真的有上天庇护，只过了一夜，司机的2条腿竟奇迹般的有了知觉，甚至可以下地走路。司机遭遇重大车祸起死回生的事件登上头条，迅速引起了百姓们的关注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司机真心的感谢上天的保佑，他觉得自己的腿能好，就是因为旁边护身符的作用。阿胜本以为是司机回心转意了，如约将钱送到司机家里，可司机却没有收钱，坚持说是奇迹救下了自己的双腿。此时的他只想再买一块护身符送给自己的老婆。พอดีเมียพี่อยากมีไว้บูชาบ้าง天上原来真的会掉馅饼。跌入谷底的普兰寺借助这一事件迅速走红，
封神护身符更是卖到脱销，全国的信徒们纷纷涌了过来，希望能买到一份可以救命的护身符。功德箱被填得满满的，阿胜抓住机会推出更多款式的护身符，有人祈福家人健康，有人希望事业顺利，而这所有的愿景都可以通过普兰寺的护身符实现。阿胜还不满足，他找来了网络博主增加事件热度，又找来了鉴宝专家当着媒体的面给护身符估价10万。现在这护身符又多了收藏和投资价值，没过多久，阿胜和宝就赚得盆满钵满，轻松还完了数千万欠款。宝本觉得还完了钱，这门生意也该就此结束，但谁能抵挡得住金钱的诱惑呢？尝到赚快钱的滋味后，阿胜已经完全停不下来。另一边，警察开始调查起这个出其灵验的护身符。老王找到之前的司机，问他这护身符背后的故事。司机信誓旦旦地表示，护身符是他老婆几个月前买的。老王调查过司机驾驶的皮卡车，他把一袋违禁品扔在椅子上，以此来威胁司机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司机也是无奈，只能乖乖交代。这边阿胜轻轻松松赚着大钱，阿才却成为了护身符生意的受害人。他的爷爷生了病，家里人花大价钱请来了各类寄托，也买了阿胜家的护身符。在医生的积极救治下，病情逐渐好转。可家人们却以为是护身符起了作用，又花钱给家里人都买了一块。阿才明知道这就是一个骗局，但家里不希望他说出丧气的话。祸不单行，一个人突然找到了阿才，原来是潜逃许久的眼镜叔。现在的他不仅被警察通缉，还遭人追杀。眼镜叔死皮赖脸的从阿才手中要到了50万，本以为就此结束，可第二天眼镜叔又缠上了他。走投无路之人还讲什么信用？眼镜叔拿着一把枪，狮子大开口，张嘴就要300万。可阿才的钱都拿去还债了，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钱？他只能先给眼镜叔找了一间小屋当庇护所，然后再想筹钱的事情。除此之外，阿才好奇是谁在追杀眼镜叔，于是他趁夜潜入普兰寺，找到了寺庙的年度捐献记录，发现普兰寺每年都会从各位议员手里拿到大量捐款，这背后似乎隐藏着天大的阴谋。他赶忙找到卧病在床的住持，问眼镜叔到底在为谁工作。这时艾卡猜突然出现，阿才没能得到想要的答案。另一边的阿胜沉迷赚钱无法自拔，可惜他的好日子即将到头了。多尔法师一直对3人言听计从，这并不是因为他性格随和容易操控，而是因为他动了凡心，情不自禁地喜欢上宝。现在他终于忍耐不住心中的爱意，决定还俗，还向宝告了白。如此一来，阿胜运营的古庙会失去王牌形象代言人，生意也将一落千丈。老王从司机那里得到重要线索，带着通缉令将阿胜带回了警局。阿才回到了眼镜叔的破烂小屋，想继续问一问是谁在追杀他。掏钥匙进门后，他发现房间没有开灯，走近才发现眼镜叔已经死了。绝妙骗局大结局竟然反转了。上集说到阿胜被捕，当然他是个借宗教揽财的烂人，但老王却无法给他定罪。面对警方的威逼利诱，阿胜一点也不慌。一个小庙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赚到多少钱都不违法。这个国家有数不清的人愿意用钱来交换功德，而制造并贩卖圣物也不违法。每个香火庙都在做着这样的生意，人们虽然花了钱，但买到了内心的平静。类似的生意已经做了几千年，同时制造神迹也不会违法。网络时代，到处都是广告，其他产品可以找演员、网红和名人来宣传，香火庙为什么不可以？警方根本找不到突破口，暂时无法给阿胜定罪，只能将他放走。不过他们手上还有另一条线索，艾卡猜曾将阿才任命为正式的法师助理，法师助理负责处理寺院财务。如果警察找到阿才转移寺院现金的证据，就能以职务犯罪的罪名再次拘捕3人。警察上门取证后，受伤最深的还是多尔法师，他本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，甚至愿意为了宝放弃自己的信仰，一颗真心最终换回了欺骗。心灰意冷的他参透情节，回到香火庙继续修行。阿才的处境要糟得多，他发现了眼镜叔的尸体之后，便拼命逃离了这个地方。逃亡途中，他收到了一条短信，看清楚短信内容，阿才这才明白，原来幕后黑手一直潜伏在他的身边。阿才回到普兰寺，见到了艾卡猜。眼镜叔的死和艾卡猜有关，他隐藏在黑暗中，利用主持的信任，做着见不得人的生意。眼镜叔从始至终都是他的下属。在艾卡猜看来，香火庙就是一家公司，眼镜叔招来的警察影响到了生意，就应该被开除。住持年纪已经太大了，对香火庙的发展没有任何帮助，也必须退位让贤，病倒甚至死掉。是阿胜的突然出现，才得以挽救住持一命，也因此破坏了艾卡猜原本的计划。相比于住持和眼镜叔，阿胜3人的运营能力确实有独到之处。于是艾卡猜想招揽3人，让他们帮忙将香火传扬到更远的地方，也将生意延伸到更远的地方。他任命阿才为法师助理，让警察抓住阿胜3人的把柄。形单影只的阿才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合作，要么关进监狱。阿才是个明眼人，决定和艾卡猜合作。紧接着老王的调查被上级领导直接叫停，出来的阿胜还清了贷款，也洗清了他们身上的嫌疑，但摆在面前的却是更黑暗更沉重的枷锁。时隔多日，3个好朋友再次相见，他们来到一个餐厅谈生意。艾卡猜给他们介绍新的合作伙伴，一位与普兰寺有过经济往来的本地议员。这位议员也曾试过靠香火庙敛财，但他的手段没有阿胜高明，试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，还亏损了几百万。是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让阿胜3人摆脱老王的调查。现在他想和3人合作，还是相同的香火庙生意，只是这次他们要经营的将是规模更大的政府级香火庙。议员给了阿胜3人选择的自由，但拒绝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最后一盘主菜被端上来，掀开盖子，里面竟是一只血淋淋的人手。这一餐让他们别无选择，
最后议员将三人送回古庙，阿胜一言不发，直接离开。不满的阿才顿时发火谩骂。三人团队在此刻解散，两人站在门口，看到住持的尸体被抬进古庙，此刻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而回到家的阿胜正好被刑警队长堵门，两人言语不合，顿时起了冲突。可刑警队长告知了阿胜一个惊人的消息：当年阿胜的父亲无故消失，是因为触碰了本土议员的利益，所以他想让阿胜卧底议员身边收集证据。回到家的阿胜看着母亲落寞的背影，心中已然有了决定。